接着聊聊房屋养老金。房屋养老金这个词儿听上去本身就挺奇怪的，一般我们都说我们家房子坏了，隔壁王大爷老了，可是你听谁说过我们家房子老了，隔壁王大爷坏了？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奇怪？公共事务拟人化，听上去透着一股子可爱劲儿，可是细想起来，实际上都是真金白银的矛盾。像这个房屋养老金的拟人化叫法，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在3年疫情期间，各个国家的防疫政策在我们的语境当中都叫做抄作业。抄作业这种事儿，你想想，基本上都是小学生、初中生才能干得出来的事情。可是我们就是把它用一种很可爱的方式喊出来、叫出来，听上去没有那么严重。又比如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这个脱贫致富的大工程也有一个非常俏皮的名字，叫做脱贫摘帽。就好像说你贫困的时候，你就有一顶贫困的帽子戴在头上，然后你有一天你挣到钱了，你不贫困了，然后你这个帽子就可以摘下来。这个就等同于什么呢？你上幼儿园的时候，你表现得特别好，然后老师给你奖励一朵大红花，那你如果表现不好，那就奖励你一顶表现不好的帽子。除了以上两个跟大政方针有关系的词汇之外，民间也流传着非常多的拟人化的词汇，比如说肉夹馍挺住、热干面加油。这种透着绥靖和傻逼的词语，一般被大家叫做语言的腐败。在这里咱们就不展开去说了，着重来说说房屋养老金。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房屋养老金这个制度真的不需要我们再掏钱了吗？在网上吹风的人似乎很能预判公众的情绪，他们在稿子里面反复说道，此次建立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这个事儿不会再加重业主的任何负担。目前看来的确不需要我们再去掏钱，但是聪明人一琢磨就会琢磨出来不一样的味道。第一，这笔大修基金归集到一起的资金总共也就1万亿，它究竟能用多久？这是一个未知数。第二，现在全国的新房销售业绩不佳，没有新人入局去接盘，就意味着没有新的维修基金进到大池子里面进行补充。那么当这1万亿用完了之后，如果还没有新的资金补充进来，请问我们的房子往后如果出了问题，是应该谁出钱来维护？在我看来，房屋养老金和人的养老金有可能是相同的模式。关于人的养老金，我在延迟退休那期节目当中已经聊得很清楚了。2014年实行养老双轨制，在此之前，大部分的机关和事业编的在编人员几乎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在2014年实行养老双轨制之后，这一部分人所领取的养老金也远多于他们缴纳的养老金。我在此前的节目说过，这一部分人是真正的国家栋梁，而这一部分人的人数有1.1亿之多。按理说养老金这个事儿没有缴就不能领，缴的少就领的少，可是我们的实行恰恰相反，没有缴的人领的反而很多。那能怎么办呢？他们既然是国家栋梁，总不能让他们老了之后自动跳闸吧。所以一来二去呢，养老金制度就变成了现在的现收现付的状况。下一代人缴纳养老保险，这笔钱进入到公共账户之后，然后拿去给上一代的所有人去养老。说来说去，所有的问题还是一个历史欠账的问题。只要这个历史欠账问题不解决，那么新账旧账就会摞在一起，把所有压力给到所谓的公共账户。比如2022年，全国已经至少有12个省份的基本养老金收不抵制。养老金全国统筹当中，仅广东1省就贡献了总上缴额的40.7%。你看，人的养老金已经需要那几个比较能挣钱的奶牛省份去平衡了，那么房子的养老问题会不会也步它的后尘呢？人养老这方面，随着出生率的低迷以及劳动人口的减少，养老金将在2035年洞穿耗尽。房屋养老其实也是一样的，房地产市场增量放缓，新房销售持续萎缩，那么房屋养老金账户当中的1万亿花完了，又该怎么办？第一，在时间上，04年之前的房子压根就没有这笔钱，04年一直到15年，因为房价比较低，这笔钱也没有多少。第二呢，在缴纳大修基金这个事儿的执行上，总是有特别多的漏子，导致有很多房子压根就没有缴纳这个钱。比如说，就有机构在南京做过调研，在南京市建成投入使用15年以上的房屋当中，住宅的套数占总量的42.15%，但是在这42%的房屋当中，有近30%的房屋并没有缴纳和归集这一部分维修的基金。即使是已经缴纳和归集维修基金的这些小区，当前有结余的老旧小区当中，有28%的小区余额低于10万块。那你看这个房屋养老金的公共账户，实际上它在一建起来的时候，就跟我们14年实行养老并轨时候的那个养老基金池是一个道理，都是空空如也的池子，新账叠着旧账一起来到我们眼前。所以现实的教育就是，有现收现付的真养老体系珠玉在前，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有朝一日房屋的养老金体系也会变成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而这个现收现付的房屋养老金的公共账户，实际上就是下一代的房子出了钱，给上一代的房子去养老，也就是2004年之后买房的人要给2004年之前买房的人的房子去养老，或者再说的残忍一点，是2015年之后买房的这些人给2015年之前的大部分房子去养老。
人是下一代养上一代，房子也是下一代养上一代，而且这部分人群其实是高度重合的。也就是说，年轻人不仅缴着社保去给老年人养老，还要买着房子去给老年人的房子养老。你会发现，吃亏的永远都在吃亏，占便宜的永远都在占便宜。现在需要改造和维护的房子，基本都是30年房龄以上的房子。说白了，就是当初单位分的那些福利房，拿我们的养老金去养这些带编制的老头老太太，现在又拿我们的维修基金去养活他们的房子。不用想，等到我们的房子需要修缮和保养的时候，房屋养老金的总盘子肯定和人的养老基金池一样，哪都是窟窿，八面漏风。然后要怎么办呢？人可以延迟退休，房子难道可以延迟修理吗？80、90后的所有人65岁再退休，而80、90后的房子难道要满了40年才给你维修吗？好了，我们不能再往下想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不过我觉得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这件事儿，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它还是为了解决现实当中的困难。根据统计，目前城镇住房的存量已经超过了300亿平方米，在2020年的时候，理论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达到了41.8平方米。也就是说，打今儿起往后的发展进程当中，除了几个一线的大都市以及长三角、珠三角这种都市圈之外，绝大多数城市和县城的房产注定是一个过剩的局面。而且这些完全没有人口流入，只有人口流出的城市和县城，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善需求。其实大部分的3、4线城市和小县城已经是这样了。由于少婚少育的这种情况，导致大部分前些年盖好的新房，到现在是一种无人接盘的状况。现在我们可能觉得04年以前没有缴纳专项维修资金的这些房子是窟窿，可是往后如果没有新增的溢价和交易量去支撑，你会发现满世界的房子到处都是窟窿，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假设眼巴前现实的问题已经全部都解决了，那1万亿也都花的差不多了，那么往后可以预见的情况就是我们真的要缴这个房屋养老金。假如说真的无法避免，家家户户有房子的人都需要去缴纳这个房屋养老金，那么又要按照什么标准去缴呢？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抄一下老破小装电梯的作业。很多老小区现在都陆续在装电梯，可是在筹集电梯资金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大的难题，其中一项就是1、2楼的人能爬楼，他不想交这个电梯费，而住在5、6楼的人因为想省点力气，他们装电梯的时候筹集资金就比较积极，所以到最后大家真金白银掏钱的时候，你会发现楼层越高的人掏钱越多，楼层越低的人自然掏钱越少。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方便的还是住在高层的人。同样的道理，往后如果说房屋养老金这个公共账户里面如果缺钱的话，哪些群体需要交的更多呢？答案当然是房龄长、地段好、房价高的房子。再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大城市核心区的老破小。到了那个时候，老破小的业主将会很头大，交房屋养老金吧，这个钱太贵；不交房屋养老金吧，房子没有修缮，卖不出价。那么留给这些老业主的唯一一条出路，就是任由自己的房产被人低价收购。到了那一步，想用房子养老这个事儿彻底破产，想给房子养老这件事情也彻底破产。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悲观，因为你翻过来想的话，就是老房子拆不动赔不起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我们用了2期节目推演了房屋养老金制度的所有可能性。我可以承认的是，房屋养老金这个制度确实不是房产税，但是它比房产税可能要厉害1000倍万倍。因为房产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或者说受害者主要是那些手握数套房产甚至是几十套房产的炒房客。我们经常说中国没有所谓的老钱，事实也是如此。从中美建交到改革开放，再到2000年中国加入 WTO， 中国能大量买房的有钱人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而这些大量买房的房地产投资人，他们所买的房子也都是近10年甚至近20年的新房子。所以我们有一个合理的假设，就是如果房地产税全面铺开了去征收，那么市场上这些有钱的房地产投资人就会集体的抛售房产，房价就会面临狂跌的风险，而那些原本住老破小的老百姓就会捡到便宜。所以你看，如果征收房地产税的话，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可是如果征收住房养老金的话，效果就大不一样了，会让大家误认为这项制度就是针对目前所有的老破小，而不是针对那些富人购买的新房产。可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个人不会老呢？又有哪一套房子不需要修缮呢？如果非要说房产税和房屋养老金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觉得就是以时间换空间的区别，或者说赌大家都很短视的区别。但这个房屋养老金的制度以及它的公共账户，事实上进一步打击了大家的购房积极性。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只要没有成交量，房屋养老金的公共账户永远都是一滩死水。而一滩死水最怕的就是只出不进。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请帮我点赞、留言、转发，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